在被低估的美食小城赤峰，体验超大盘东北菜的快乐，谁懂？特色灌汤锅包肉，一口爆汁，拳头大的排骨蒸饺鲜美多汁，连水煮肉片都是用盆上的。放眼望去，这一桌没有一个菜是小的盘，里面是一整块的排骨，这汁才是精华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猪猪，终于能给大家安利我的家乡了，内蒙赤峰。我们家这儿绝对是被低估的一个小城，也绝对是值得为吃而来的小城。因为这边经常是因为草原被大家熟知，城市的周边或者是祁县那边，赤峰市博物馆收藏了中华第一龙玉龙，这个绝对值得一看。但是据说好像现在是在国博里面放着。觉得赤峰真的好吃的太多了，我也真的迫不及待想安利给大家。因为地理位置和历史因素，我们这儿结合了东北和蒙古族的两种饮食风格，所以如果你来赤峰的话，可以同时体验蒙古族的饮食和东北的饮食，而且真的很正宗我们这个东北菜。喜欢奶制品的朋友们也有福喽！很多城市都有直飞赤峰的航班，其实离得很近的这几个城市，比如说辽宁、北京、河北、天津，都有直达的高铁，超级方便。再稍微远一点的城市，其实直飞1-2个小时能到的也有很多很多。这么近那么美，周末到赤峰一定要尝咸口锅包肉。咸口锅包肉永远的神，永远的神！我强烈推荐对夹，然后我再安利瓶装的土豆片、豆皮和炸丸子和炸串，真的超好吃。我觉得每一个瓶装人都是从小吃到大的。推荐烧烤，我之前也慕名去过锦州，我真的觉得我们这个烧烤可以跟锦州媲美，因为我们这儿不是很大嘛，所以不好吃的烧烤店根本开不下去。烧烤真的不会踩雷，根据我20多年的经验，包括我自己知道的一些烧烤店，还有我放假回来我同学叫我去的一些烧烤店，没有踩雷，真的没有踩雷。只是说每家的特色和特长不一样，我最大的梦想就是把每一家做得好的凑在一起，这样我就不用跑来跑去了。我曾经一顿饭最高纪录跑了4家店去买他们家各自做的好吃的东西。说到我的家乡，真的太多想说的了，还有其他很多好吃的值得去发掘。今天我就带大家去吃排骨蒸饺。排骨蒸饺我真的想吃好久好久了，我真的之前做梦都在吃，每天想到那个味道我就流口水。这家店之前是我的最爱，但是听我家里人说好像是换老板了，不知道他们家现在做的如何。我希望它还是那个味道好吗？那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，Let's go。这个火锅也是我们这边的特色，超级好吃，但今天吃不下。灌汤锅包肉，这是他们家的特色，但是我们这儿的锅包肉其实不长这样，里面是空心儿的。它这个皮挺酥的，但是我感觉没有之前好吃了。现在面太厚了，之前皮特别薄，现在吃的有点像软炸里脊了。外面是卤出来的皮冻，里面是鸡肉，这皮冻卤的挺好的，晶莹剔透的。这个卤鸡这样拍着稍微有点粉，但其实食物没有这么粉，非常典型的东北菜。小时候我奶奶还做呢。哇塞，挺好看的还，这做的还挺不错，感觉这个芡勾的挺好的。哈拉海炖土豆，这是我们这儿的一种特产。哇！排骨蒸饺，我想念了2年的排骨蒸饺，每次午夜梦回都会梦到的排骨蒸饺，我终于吃到了。这里面有很多汁，这个汁才是精华，里面是一整块的排骨，特别香，是酱香味的。这个皮也做的特别好，薄厚适中，而且特别软糯。
之前这个排骨蒸饺里面的骨头会特别小，然后肉特别多，而且没有那种碎骨头会硌牙的那种。现在感觉骨头稍微有一点大，但是也还是挺好吃的。过于贪心，盛太多了。哇，好鲜呀！这个菜看着平平无奇，就像普通的蕨菜，但是真的很鲜。土豆是炖的糯糯的，因为这个菜好像特别难洗，很多饭店就是为了省事儿都不洗，所以就你懂的。但这个就特别干净。哇，太鲜了！吃这个像吃米饭了。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儿的菜量有多大。这是普通的杯子，这个碗这么大，感觉像一个盆。这是我的手，放眼望去，这一桌没有一个菜是小的盘儿。喝这一碗太舒服了，回家泡米饭吃绝了。这个哈拉海炖出来，它那个汤有一种那种海鲜的感觉。再来一碗，真的太好吃了！我就是喜欢吃这种农家类的菜，小孩菜也爱吃，爱吃点6岁以下、60岁以上爱吃的东西。我撤回我那句话，这个哈拉海也处理的不是那么的干净。有没有哈拉海处理的很干净的店能给我推荐一下？还是忍不住吃了这个土豆，太好吃了。这个锅包肉今天真的很一般，下次展示我们这儿最正宗的咸口锅包肉，给大家一点震撼，真的超级好吃。我这辈子最爱吃的菜就是锅包肉。还有手抓饭，贼简单，就放电饭锅里就行了。然后他们吃着这样，这是啥？原来这个皮冻也得放猪皮。你姥姥会做排骨蒸饺？好吃吗？我也想吃。这排骨蒸饺是赤峰的吗？还是哪儿？一个祁县的。吃着吃着就会皮肉分离，皮也特别的香，因为它沾了那个肉汁。OK， 吃完了。吃的挺饱的，吃了好多个饺子，那个饺子真的超级大一个，而且这个菜真的都太大一份了。我们这儿的菜量真的跟东北的就是一样的，非常大份的。OK， 那今天就吃到这里了。如果大家喜欢的话，点赞、评论、推荐、关注，一定要关注我哦！关注我，还有更多好吃的。那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